大家好，新年新气象，所以今天穿的喜气了一点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。虽然我现在日本生活和工作，但是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，从小时候起，台湾这个地方就占据了我童年的不少幻想。电视剧里台北的霓虹灯，综艺节目里明星们温柔的口音，还有那些看似简单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吃摊，都让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向往。但去年真正让我下定决心从日本来台湾的，是一次朋友的分享。他告诉我，台湾不仅风景好，食物棒，更重要的是人特别有礼貌。这让我既好奇又疑惑，什么叫特别有礼貌？难道会让人觉得和大陆有特别大的不同吗？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期，我踏上了去台湾的飞机。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次旅程不仅让我看到了这片土地的美丽，还让我从内心深处重新思考了文明、素质和社会的意义。我抵达台湾的第一天，选择在台北逛街。作为一个从上海来的都市人，我对繁华的大都市并不陌生，但台北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。这种繁华里没有太多的浮躁感，反而多了一份随和与亲切。这边的每一家小店都像是老朋友，向你招手欢迎。清晨，我漫步在街头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温热，伴随着早餐的香味。一家小早餐店吸引了我，它看上去非常普通，几张小木桌，墙上挂着一些老照片，简单却又温馨。我点了一份台湾的经典早餐，咸豆浆和油条。咸豆浆端上来的一瞬间，那种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，让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奶奶的厨房，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意。然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那碗咸豆浆，而是用餐结束后的那一幕。当我准备起身离开时，发现周围的顾客都很自觉地将自己使用过的餐具收拾干净，放到店内的回收区。没有服务员提醒，没有大声广播，甚至没有贴着大标语提醒顾客文明用餐、自行清理，一切都那么自然，每个人都像是完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一阵感慨，原来文明真的可以这么低调，却又这么令人感动。这次早餐店的经历让我对台湾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好奇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周围人的行为，无论是在便利店、公交车站，还是在餐厅、夜市，都能看到一种秩序感。这种秩序不是来自强制的规定，而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自觉。比如在便利店结账时，无论店内多忙，每个人都会安静地排队，彼此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如果有老年人或行动不便的人，旁边的顾客会主动帮忙开门或搬东西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看到一位年轻人帮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拿下高处的商品，母亲连声道谢，而年轻人只是笑笑说：“没事啦，小事而已。”这种善意让人心头一暖。在台北搭地铁时，我注意到扶梯上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觉站在右侧，把左侧让出来给赶时间的人使用。这种默契让整个通行过程井然有序，没有人抱怨，也没有人占用两侧。这种行为反映了他们对他人时间的尊重，也体现了一种深深的公共意识。台湾的夜市也是我此行的重点之一。在热闹的士林夜市，我发现每个摊位都配有垃圾桶，并明确标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。摊主们也会主动提醒顾客不要乱扔垃圾，即使人流密集，地上却很少看到垃圾，整条街道始终保持整洁。这与我们印象中的拥挤夜市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台湾人对公共秩序的维护，更是这种习惯从孩子身上也能看到。这肯定来自家长从小对孩子的教育。在一家麦当劳，我看到一位母亲带着5、6岁的孩子用餐。用餐结束后，这位母亲没有直接收拾餐盘，而是耐心地教孩子如何分类垃圾，
然后鼓励他自己动手把垃圾和餐具送到回收区。小孩虽然动作笨拙，但脸上写满了认真，而母亲则微笑着给予表扬。这让我感触颇深，文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从小一点点培养起来的。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个家庭都能重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那么这份素质就能一代代传递下去。台湾的学校教育也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。一次，我与一位台湾朋友聊天时，他告诉我，在他们的学生时代，学校就会组织垃圾分类比赛、环保主题演讲以及社区志愿活动。通过这些活动，孩子们从小就明白了尊重他人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。说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问，为什么台湾人的文明素质看起来更高？这和我们大陆的习惯差异又说明了什么？我觉得这种差异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。大陆的30-40年的经济转型让我们习惯了追求金钱和物质，而在这种高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对精神的要求和公共秩序的维护。而台湾或许因为发展节奏相对缓慢，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社会责任感。另一方面是大陆对于传统文化的颠覆和割裂，而台湾就保留得很好，传统文化在这一方宝岛得到了传承。从台湾的例子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素质的社会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制度约束，而是源于人们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他人的尊重。旅行结束后，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在大陆生活的这些年，我习惯了在餐厅吃完饭就直接离开，习惯了在人多的地方匆匆忙忙，不去关注旁人的需要。但台湾之行让我明白，文明其实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对生活的尊重。回到家后，我尝试把这些小习惯融入自己的生活，比如主动在餐厅清理餐盘，在地铁上让座，在公共场所注意不制造垃圾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，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。台湾让我看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不在于是否有严格的规定和管理，而在于每个人是否自觉从小事做起。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觉，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。一个人如何对待公共空间，如何与他人共处，如何处理自己的行为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细节，最终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体面貌。而台湾人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，文明可以很简单，但它的意义却无比深远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次见吧。